我在虾皮购入的 A1003 领夹式麦克风 Type C 的接口，买下来的价格蛮便宜的，我印象中好像不到300。Hello， 我是薛06，今天跟你们分享什么主题呢？那就是我来开箱一款我在虾皮购入的 A1003 领夹式麦克风 Type C 的接口。如果你想听我的心得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的影片哦。那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追踪我的 IG 哦。那其实我本来拍片就有一支麦克风，那先撇除拍片这个，因为我之后要出国去玩，然后我有想过说，我如果拿我的手机出去啊，拍摄一些短影音，我想收音的话，我想要先简单入门买一款价格不要太高的领夹式，然后没有线的麦克风，那我就上网爬文，就爬到这一个。买下来的价格蛮便宜的，我印象中好像不到300块，然后实际价格我会 po 在旁边给大家参考。那为什么爬文很多以后我决定买这一款？最主要是它不用安装任何软体，基本上就是把它插进去就可以直接使用了。然后第三就是因为它是无线领夹式麦克风，挂在胸口就可以直接进行收音。你收到以后呢，它就是一个这样的盒子，打开来以后呢，其实我觉得看起来还算不错。它这里呢就是会有个麦克风。这是一个接收器，接收器呢，你就可以插在你的手机，插在你手机下面充电这里。那因为我现在是使用三星的手机，所以我就是买 Type C 的接口。然后开机呢，就是按后面，你转过来后面这里有开机键，你按它以后，你这里会亮，它变成绿灯的时候呢，表示就成功接收到你手机的这叫什么啊？接收器，对，它就会接收到它。你可以看到接收器本身也是会亮一个绿光哦。如果它只亮红灯的话，表示它就没有接收到。那我先简单把它挂在上面，然后这是我原本的麦克风，这是挂上去，将声音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目前你听到的是我用相机本身未接麦克风的状态下直接收音听到的声音。再第二个，我使用的是我常用的麦克风，这是我使用麦克风的声音。再第三个，我使用的是 A1003 领夹式麦克风，这个麦克风收音的声音。现在这个是我常用的麦克风声音。现在这个是我相机原本收音的声音。那如果我是用比较轻声细语的方式说话的话，收音效果会怎样呢？首先我现在放低音量，这是相机收音的声音。我现在放低音量，这是我原本麦克风的声音。我现在放低音量，这是我今天要测试的领夹式麦克风的声音。现在呢，是我用手机手持录影的声音。那可以听到装上麦克风的声音是长这个样子。那我等一下画面会切到没有装领夹式麦克风的声音。现在呢，我把领夹式麦克风拆掉了。那我现在呢，是用刚刚同样的声量来讲话。那你们可以听出两者的差异吗？那关于这3个声音呢，可以给你们做个参考。那我自己目前有尝试过，然后使用，我觉得其实还蛮简单的，使用上真的很方便。那我是觉得买来的时候啊，你可以先简单测试一下，最好先这样的麦克风先拿去充电。那充电的时间我觉得也不用到太久，我忘记充多久，反正我记得没有很久。然后充完以后呢，我印象中它好像有写10个小时吗？它说明书好像没有写它充电完可以使用多久但是我印象中它的网拍好像写说可以用10个小时吧。充电的时候是充麦克风本身哦，这个接头不用充电，要充的是麦克风本身。然后麦克风在充电的时候呢，它会亮灯，持续亮灯。只要充饱电以后，它的红灯就会熄灭掉了。那我个人是收到以后，我有先简单先使用，确定它没问题后，我就进行充电。那这次呢是我第3次使用它，第1次测试嘛，第2次我也是在进行测试，第3次呢就这一次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感受。当我打开三星它内建的语音录制这个 app 的时候呢，我如果按下录音键的时候，会看到画面会跳出一句话，就是我现在使用外接麦克风，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贴心的，就它会提醒你。那我是觉得如果出门在外，临时你想要用手机录影呢，我觉得还蛮方便，而且它接收范围还蛮广的，用手拿或者是用自拍棒这样录应该都是能接收到。不过后来有一支影片在这里，我也是在第2次录音的时候呢，拿它来拍我的教学影片。
我是有发现它的声音好像个人觉得比较偏机械感一点点，收音有时候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有点不太稳定。以它的价格，以它的售价来讲的话，整体 CP 值我觉得算是蛮不错的。因为毕竟100元价位，你也不能太要求什么，就不能要求它要跟1000元价位的麦克风这么好。不过整体来说，大家出门去玩，想要一个简单然后好入手的一个麦克风的话，这个我觉得价格来讲，其实算是蛮不错的，而且体积也不会到很大。最重要的是它不用另外安装任何程式，只需要把那个接收器插进去就好了。那今天整支影片呢，我都在画面上面显示是使用这个麦克风，还是这支领夹式麦克风，大家可以针对影片的声音来听一下。那整支影片的声音呢，我在后置都没有调大声或调小声，就是根据麦克风原本收音进去的声音大小来给你们做参考哦。不知道你们目前听下来，你们觉得声音的感受上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是你们觉得其实没有差多少？我先说一下，我这支麦克风也是100元的，所以我觉得声音应该不会到差距非常大啦。我自己目前听起来是会觉得领夹式麦克风可能会稍微一点点偏机械感一点。那关于这个领夹式麦克风呢，它本身除了 Type-C 以外，它也有支援 iPhone 14、iPhone 13，甚至更久以前的机种的话，它上面也是有提供原本 iPhone 的接头哦，所以就看你是哪个接头。不过因为现在 iPhone 15出来了，它也支援 Type-C。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希望今天影片对你们有帮助。如果喜欢我影片，可以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